侄子是拥有2套生殖系统，大夫建议他做手术，保留1套系统。嫂子说自己喜欢女孩，非要让侄子变成女人，但是在我的建议下，侄子选择保留了男性系统。可直到侄子大学毕业后，由于找不到好工作，还娶不上老婆，嫂子便在侄子的身边吹耳旁风。都怪你小姑，要不是你小姑，想当年我就让你变成女孩了。现在女孩子多吃香啊，彩礼随随便便几10万，结婚后又不用上班赚钱，在家里当富太太多好，哪用得着你像现在这般辛苦。侄子自此恨我入骨，他把我骗上顶楼，将我一把推下。重生之后，又回到了在医院发现侄子身体异常的那天。回来的这天下午，全家人在医院的诊室内看着医生给的检查报告。检查结果明确了，患者体内确实存在2套完整的生殖系统。这种情况，我们建议手术保留1套，另1套切除。从发育程度看，男性系统更成熟。大夫，留女性那套是不是更好？女孩子好嫁人啊，现在彩礼都几10万呢。秀梅，让孩子自己。你懂什么？耗子，妈是为你好。大夫，您说女孩子是不是更轻松，不用买房买车，嫁得好一辈子享福？我觉得我是男的。你小孩子懂什么？小妹，你读过书，你说留哪套好？又来了，上辈子我就是在这里说了那句男性系统发育完全，该尊重孩子意愿，然后就这辈子绝不开口，我听嫂子和孩子的，这是大事，我不好插嘴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全家就你最有主意，主意该你们自己拿，我只是姑姑，哪能决定孩子一辈子的事？家属请尽快决定，手术需要规划。大夫，你再说清楚点，要是做成女孩，以后是不是更好嫁人？手术费贵不贵？以后能瞒得住吧？请不要用做成这个词，这是严肃的医疗决策。如果选择保留女性系统，需要长期服用激素，未来婚姻中隐瞒病史可能涉及法律和道德问题。结婚后哪还会说这些？这位家属，我们也是从医学角度建议保留发育更完全的男性系统，这关系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和身份认同。哎呀，什么认同不认同的？我就想问哪个更划算？女孩子结婚能收彩礼，男孩得买房买车，压力多大啊？耗子，妈跟你说实话，你看看你爸一辈子累死累活挣套小房子，再看看你姑30多了还没嫁出去，天天加班有屁用？女孩子多好，打扮漂亮点，找个有钱的，彩礼到手，房车都有，妈能害你吗？可是妈，我喜欢篮球，我宿舍兄弟都打球能当饭吃，娶老婆要彩礼要房子，你挣得到吗？现在改还来得及，听妈的，留女性系统，妈给你改名字叫林雅，这听着多文雅。听医生的吧，孩子不愿意就别。林建国，你闭嘴！儿子就是被你这种窝囊样教坏的，这事儿我做主了。大夫，我们留女性系统。林浩身体僵住了，最终还是低下了头。林婉在一旁静静地观察侄子的表情，和上辈子一样的表情，只是这次没有我那句尊重意愿，他连最后一点挣扎的借口都没了。患者本人是否同意需要签字？快签！签了妈，明天给你买新手机。林浩握着笔，沉默了10秒，才缓慢签下名字。签完了字，回去的路上，王秀梅一脸怨气地看着林婉。手术费5万8，术后调理估计还得2万。小妹，你刚才怎么回事？让你说话你不说。嫂子，我真觉得你说的对，女孩子是招商银行，男孩是建设银行，现在房价这么高，浩浩，哦不，雅雅以后能轻松点是福气。这还像句人话？你说现在彩礼是不是都30-50万了？我同事嫁女儿，彩礼68万，还送辆车，男方家开厂的。听见没？建国68万，雅雅妈一定把你培养成千金小姐。钱就知道钱，不要钱，要什么？你儿子要是男的，娶媳妇你得掏空家底。现在多好，以后还能收彩礼补贴家里。对了，小妹，你认识人多，以后有合适的给雅雅介绍。一定，雅雅底子好，好好培养准行。小姑，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？雅雅，你妈最疼你，她的安排肯定是为你好。女孩子嘛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上辈子我说做自己最重要，你恨我毁了你嫁入豪门的路。这辈子我说嫁得好最重要，你会不会更恨我呢？就是，还是你小姑明白事理。儿子，走，妈带你去买几件女装，先适应适应。林浩被拉着走时，还回头看了林婉一眼。当晚，林婉独坐客厅，对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。手术定在下周。上辈子这时候，我忙着查医学资料，劝嫂子尊重科学，劝侄子勇敢做自己。结果呢？顶楼的风真冷啊！这时，林婉手机震动，是他妈的来电提醒。妈，婉啊，你嫂子真要给浩子做那手术？好端端的男孩。妈，嫂子也是为了孩子将来轻松点。轻松什么？那是要动刀的。你当时怎么不拦着？我拦了有用吗？嫂子那个脾气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万一雅雅以后真嫁入豪门，享福了，您现在拦着不是得罪人吗？可浩子他愿意吗？手术单是他自己签的字。妈，孩子都22岁了，
该为自己负责了。你就这么冷血？那是你亲侄子。妈，上回家里拆迁款的事，我说该按法律分，您骂我冷血，这回我不说话了，您还骂我冷血，那您说我该怎么做？我就是心里难受。我懂，但路是他们自己选的。妈，我累了，先睡了。林婉挂断电话，打开了房产网站。上辈子攒钱想帮侄子买房，结果成了推我下楼的助力。这辈子经开区这片，明年通地铁，现在单价才8000，首付30万，我存款够，再带点信用贷。林婉的手机又开始震动，是嫂子发来的语音消息。小妹，你看这套裙子适不适合雅雅？打折才800。你说手术后要不要报个礼仪班？我听说豪门媳妇都要学这个。裙子颜色衬肤色，礼仪班该报，投资自己最重要。对，还是你有眼光。对了，手术费还差2万，你先借我。嫂子，我刚看了套房子，定金交了，手头紧。不过雅雅这手术不能省，现在投资，以后彩礼翻倍收回。买房？你一个女的买什么房？算了，我去找你哥凑。又开始了，上辈子我掏钱垫手术费，换来一句应该的，这辈子不掏钱，倒被说一个女的买什么房。呵，真有意思。林婉没有再继续回复王秀梅的消息了，她继续浏览房源，标记了3套意向房。3天后，家里亲戚聚会，7、8个人围坐在一起。秀梅耗子啊，不，雅雅，手术真做啊？做，下周3。我跟你们说，以后别叫耗子了，叫林雅，雅致的雅。孩子自己愿意吗？我听说这种手术……怎么不愿意？雅雅可懂事了。雅雅，出来见见长辈。林浩从卧室走出，穿着王秀梅给他买的女装，头发被强行扎了个小揪。大伯，二婶，哎呦，这打扮不伦不类的，秀梅，孩子看着明显别扭啊。过渡期嘛，等手术完，留长发穿裙子就好了。雅雅，笑一个。哈哈，婉婉，你最有文化，你说这手术该做吗？这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看向正在一旁看手机的林婉。二婶，这得看雅雅自己想要什么人生。像我，天天加班还房贷，一个月挣1万多，累死累活。雅雅要是走得好，直接嫁个好人家，别墅住着，好车开着，哪用受我这罪？听听，还是小妹明白。不过嫂子，光有手术不行，得全方位培养。我听说现在豪门挑媳妇要看学历、才艺、情商。雅雅大学普通2本，得再镀金。对，我准备给报个什么 MBA。MBA 几十万啊，家里哪有这么多钱？你懂什么？这是投资。雅雅，你说要不要报？妈，我觉得……雅雅，你妈都是为你好，现在辛苦点，以后少奋斗20年呢。听妈的。婉婉怎么怪怪的，净说些捧场话。估计是上次拆迁款闹的，心寒了呗。王秀梅还沉浸在她的规划中，完全没听见他们的嘀咕声。就这么定了，礼仪班、MBA、美容卡都报上。雅雅，妈一定把你培养成豪门阔太。哎，就是心寒。上辈子我说别给孩子太大压力，被骂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这辈子我说全方位培养，你们就掏空家底去赌吧。这可不叫捧杀，这叫全力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。林婉抬头正好对上侄子迷茫的眼睛。雅雅，加油！小姑，你以前不是说要做真实的自己吗？林浩突然张口说话，整个客厅都安静下来。那是小姑不懂事，现在明白了，人活着实惠最重要。你看小姑，真实是真实了，累死累活有什么好？就是雅雅，别听那些虚的，实惠才是真。哦，看你自己都不坚持，凭什么指望别人替你坚持？很快就到了做手术这天，林婉恰巧来附近看房，顺路过来看看。怎么还没出来？3个小时了。嫂子别急，大手术都要时间。小妹，你说不会出问题吧？万一……正规3甲医院，主刀是专家，能有什么问题？嫂子想开点，以后雅雅嫁得好，您就等着享福吧。对，没多会儿，手术灯灭，大夫走出来了。手术顺利，患者麻醉还没醒，需要观察6小时。大夫，以后能结婚生孩子吧？影响找对象吗？生理功能会保留，但需要长期服药维持激素。另外，患者心理建设很重要，建议术后进行心理咨询。心理啥啊？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王秀梅焦急地探头去看推出来的病床，林婉就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。雅雅，妈在这。上辈子这时候，我握着她的手说别怕，小姑在。这辈子，嫂子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房款要办手续。走吧。哎，对了，你那房子买哪儿了？多大？经开区，80平小户型。哈，那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还不如把钱借我给雅雅投资。是，我哪有嫂子眼光好？走了。在走廊的尽头，林婉停下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林浩，不，林雅，这条路是你自己签的字，这辈子我一句不劝，一句不拦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娘俩心心念念的豪门阔太路能走成什么样。这时手机震动，是中介发来消息。林姐，另一套业主同意降价5万，今天能签吗？现在过去，全款重生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看清，有些人不值得你多一句嘴。
距离林雅做完手术已经2年过去了。某个周末，林家家庭聚会，7大姑8大姨的都来了。林雅身穿粉色连衣裙，被一群人围在中间。看看我们家雅雅现在多漂亮，这2年光美容保养就花了小5万，值不值？是变了，不过雅雅怎么都不笑啊？妈，女孩子嘛，矜持点好。现在那些豪门就喜欢端庄的。听听，还是小姑有见识。对了，婉婉，你在公司认识那么多老板，给我们雅雅介绍几个呗。我认识的都是普通上班族，最多算个中层。再说了，雅雅眼光高，哪看得上我们公司那些月薪2、3万的？2、3万哪行？我们雅雅以后是要当富太太的，至少得年入100万。你少说2句。怎么了？我哪句说错了？女孩子花期短，现在不抓紧，等30了谁要？又来了，每次都说这些。这时，外面门铃响了，我去开门。刚打开门，门外站着一位快50岁左右的男人，手里还捧着礼盒。请问林雅小姐在家吗？我是赵建明。赵总，哎呦，您怎么来了？雅雅，快！王秀梅拉着赵建明坐在沙发主位。他还时不时看向林雅。上个月在慈善酒会见过林小姐一面，一直想着今天路过冒昧拜访。不冒昧，不冒昧。赵总是做建材的小生意，去年离了，带个10岁的儿子。我看林小姐温柔，应该会疼孩子。我疼孩子？我们雅雅最喜欢小孩了。不知道赵总现在住别墅区，300平，车有3辆，公司年流水不多，2、3千万吧。哎呦，快点，雅雅，给赵总倒茶呀！来了，离异带孩，40、50岁，嫂子果然会咬钩，年纪是大了点，不过也是年轻富二代哪会这么急着结婚？赵总这样事业有成的，知道疼人。对，年纪大会疼人，听见没？二婚怎么了？孩子都现成的，你都不用受苦生孩子。妈，我还有个会，林小姐，下周能否请你吃个饭？能，雅雅随时有空。送走赵建明后，林婉刚把门关上，就听见林雅在抱怨：妈，他比我大23岁，儿子都10岁了。23岁怎么了？人家有钱，你嫁过去就是住别墅开宝马。你看看你小姑，35了还单身，天天加班还房贷，你想过那种日子？秀梅，孩子不愿意就算了。你闭嘴，都是你没本事，女儿才要自己找机会。我告诉你，下周末好好打扮，要是敢甩脸色，看我不。嫂子，消消气。雅雅，你妈是为你好，你知道现在年轻女孩竞争多激烈吗？赵总这样的条件，多少人往上扑，你是运气好被他看上。小姑，你也觉得？我是羡慕你，要是有人给我介绍这样的，我早答应了。女人啊，青春就这几年。听见没？连你小姑都这么说。连小姑都？难道真的是我想太多？这嫁过去就当后妈？后妈怎么了？不用自己生，白捡个大儿子，将来家产都是我们雅雅的。嫂子说的对。2周后，赵建明、林雅、嫂子3人正在高级西餐厅用餐。和林小姐接触这2周，我觉得很合适。我直说了，我想结婚。赵总真是爽快人。那这个彩礼，我们这边风俗28万，婚礼我全包，婚后住别墅，每月给你2万零花钱。28万，赵总，我们雅雅可是黄花大闺女，这……王女士，我离过婚，但我不傻，28万是诚意价，你要是嫌少，当我没说。别，赵总再商量。吃完饭后，当晚刚回到家，王秀梅就开始发愁：28万，他打发要饭的呢，我们这2年投入都不止这个数。差不多行了，人家有房有车。你懂个屁！我打听过了，赵建明前妻离婚分了500万，我们雅雅凭什么才28万？妈，我不想嫁了。嫁？你都25了，再拖几年，28万都没人要。门从外面打开，林婉拎着文件袋走进来。怎么了这是？婉婉，你评评理，赵建明只给28万彩礼。28万是少了点，不过我听说赵总最近资金有点紧，工地压着款。资金紧？是啊，所以急着结婚冲喜吧。当然，嫂子要是觉得不合适，就再等等。雅雅还年轻。可是，不过我今天遇到李阿姨，她闺女29了，相亲都要降到20万彩礼了，还没嫁出去。现在女孩子一过28，行情跌得厉害。29岁20万？是啊，要我说，赵总虽然彩礼给的少，但婚后保障好啊，别墅住着，每月2万零花，不像我，每月挣死工资，还了房贷只剩吃饭钱。29岁，雅雅再过4年就29了。妈，要不我们再看看？看什么看？就赵建明了。不过彩礼得谈。婉婉，你帮嫂子去谈，你是文化人，会说话。这可不行，这是雅雅的终身大事，我得避嫌。再说，嫂子你谈判本事比我强多了，上次不是把买菜大妈都讲降价了吗？那倒是。秀梅，孩子不愿意就别逼了。林建国，这个家要不是我撑着，早散了。你一个月挣4000，儿子女儿养这么大，花了多少钱？现在有机会翻身，你要拖后腿。爸。嫂子，你们慢慢商量，我还有个方案要看。对了，雅雅，赵总虽然年纪大，但年纪大的男人稳重。你看那些嫁年轻富二代的，天天防小三，多累。林婉站起身，没再多说什么，
转身回来卧室，关上门。听见没？你小姑都这么说，妈是为你好。明天我就给赵建明打电话，彩礼至少提到38万。也许真的是我太矫情了，小姑那么厉害的人都羡慕我。3天后，林雅约林婉见了一面。小姑，赵建明答应35万了，下个月订婚。好事啊，恭喜！可是我昨晚梦到我还是林浩在打球。小姑，我有时候照镜子都觉得里面的人不是我。终于开始动摇了吗？可惜已经回不去了。雅雅，这种话以后别说了。你现在多好啊，漂亮，有机会嫁得好。你知道多少女孩羡慕你吗？可是赵建明他昨天让我签婚前协议，说别墅是他婚前财产，还让我保证对他儿子好。婚前协议那确实有点，不过也能理解，人家家大业大。小姑，我真的要嫁吗？我才25岁。雅雅，小姑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，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嫁对人。你看我35了，天天加班到半夜，上个月体检一堆毛病，为了还房贷，连件像样的大衣都舍不得买。可是小姑，你看起来挺充实的。充实那是硬撑。上次我妈住院，我交押金的时候卡里只剩8000。你要是嫁了赵总，还会为钱发愁吗？再说你现在说不嫁，你妈能同意吗？这2年为了培养你，家里积蓄都花光了，你爸身体也不好。我知道家里不容易，所以啊，听你妈的，准没错。她为你规划的多好，嫁过去你就是阔太太，到时候帮衬家里，你爸你妈也能享福，这才是孝顺。孝顺，对，我要孝顺爸妈。哟，我得走了，房东约了看房。雅雅，记住小姑的话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你别走我的老路。小姑，你要买房？租的房到期了，想换个离公司近的，不过现在房价太高，买不起哦。祝你幸福。林婉走出咖啡厅，瞬间收敛了笑容。第2套房的贷款终于批下来了，下周过户。1周后，林婉签完购房合同出来，遇到了正陪朋友看房的邻居张阿姨。小林，真是你啊！你来这是？刚买了套小的，投资用。这小区现在1平都2万了，你买的多大？89平，小户型，好出租，攒了好些年首付呢。你可真有眼光！听说这附近要建地铁，房价还得涨。对了，你侄子，哦不，侄女林雅，是不是要嫁大老板了？是啊，嫂子给张罗的。听说男方45了，离异带孩，年纪大会疼人。雅雅嫁过去享福，不像我，还得自己打拼。哎，也是。不过小林啊，你也不差，都第2套房了。傍晚，王秀梅一家不请自来，说是带着林雅参观林婉刚买的房子。就这么点大，花了多少钱？180多万，贷款30年。30年，等还完你都退休了。我们雅雅嫁过去，别墅现成的，哪用受这罪？小姑买房子很开心吧？开心，月供9000，工资1半没了。还是你妈说的对，女孩子买房干什么？嫁得好什么都有。听见没？你小姑都承认了。对了，下个月雅雅订婚宴，你得出份子钱啊。雅雅以后是阔太太，你这个当小姑的不能寒酸。应该的，包多少合适？至少5000。对了，你认识人多，订婚宴得在5星酒店办，你帮忙联系联系。嫂子，酒店预订都得提前交定金，我那点钱都付首付了。林婉，你这就不对了。雅雅一辈子就订1次婚，你这当姑姑的不出力。秀梅，婉婉买房子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谁让她非要当什么女强人？买这破房子有什么用？女强人没人敢娶。是，所以我羡慕雅雅呀。妈，我们回去吧，我想去买条裙子订婚宴穿。对，得买名牌。走，妈带你逛商场。王秀梅和林雅离开，林建国落在后面慢慢的走着。婉婉，雅雅她昨晚偷哭。哥，路是他们自己选的。我知道，可是算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1小时后，林雅在奢侈品店里试穿一条标价3万8的裙子。小姐穿这条真好看，特别显气质。3万8。妈，赵建明说订婚宴他朋友都来，我不能穿便宜货丢他的脸。买，不过雅雅，妈，这月工资还没发，你先用信用卡垫上，等彩礼到了，妈还你。我的信用卡额度只剩1万了。那找你小姑借。小姑刚买房，她是故意的，早不买晚不买，偏这时候买，刷我的卡，大不了下个月吃咸菜。林雅看着镜子里珠光宝气的自己，真好看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林雅的手机震动，是赵建明发来信息，裙子试好了，发照片看看。对了，刚想起件事儿，婚前协议里得加一条，5年内若无所出，彩礼全额退还，你没意见吧？林雅盯着屏幕，那条3万8的裙子忽然像针一样扎眼，她回了一句：裙子不合适，婚约也算了。正是从这开始，
林雅越来越频繁地出入美容院，对彩礼数额越发执着。3年后，林雅与婚恋顾问对坐，面前摊着7、8份资料。林小姐，这是本月符合您要求的男士资料，不过您真的不考虑放宽年龄要求吗？40岁以下的优质男士对配偶的年龄要求通常在25岁左右。我看起来很老吗？我每个月美容院花1万保养。不是外貌问题，是生育。您资料上写的是子宫发育不完全，无法生育，这一条就筛掉了90%的优质客户。我可以做试管婴儿。那费用呢？而且成功率，林小姐，我建议您看看这几份。这位48岁，上市公司高管，子女已成家，不要求生育。秃顶，肚腩比赵建明还大。我3年前都没嫁赵建明，现在要嫁这种。林小姐，您今年28岁，在婚恋市场已经是大龄，再加上生育问题，实话实说，能匹配的资源有限。我不信，我妈说了，我这样的至少能嫁千万身家的。那请您另寻高明吧，本所服务费3万不退，合同写清楚了。从婚介所出来，王秀梅就安排林雅与一位35岁左右的精英男相亲。林小姐平时有什么爱好？插花、茶艺，偶尔逛画展。我妈说这些能培养气质。确实，不过我听介绍人说林小姐没有工作。我妈说女孩子不需要工作，嫁得好就行，婚后相夫教子才是本分。哦，那林小姐对嫁得好的定义是？至少别墅1套，年收入100万以上，彩礼不能低于50万。婚后我要管钱，每月零花不能少于3万。要求很具体，我还有个会。林小姐，恕我直言，您这样的条件配不上这样的要求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年入200万，有房有车。为什么要一个把我当 ATM 的阔太太？哦，对了，您身上这件香奈儿是去年的款，真正的富态不会过季还穿。他转身就走了，只留着林雅待在原地。他知道这次的相亲又是林雅几次相亲失败的1周后，王秀梅堵住下班的林婉。婉婉，这次你一定要帮忙。嫂子，怎么了？雅雅相亲又黄了，这次是个律师，本来聊得好好的，结果他妈私下打听，不知道从哪儿听说雅雅以前做过手术。怎么会传出去？我哪知道，肯定是医院泄露隐私。婉婉，你认识人多，能不能找关系？嫂子，这种医疗记录受法律保护，泄露了可以起诉。不过雅雅相亲时有没有跟对方坦白过？坦白？疯了吗？说了谁还要？可是嫂子，结婚迟早会知道的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他能怎样？你就说帮不帮吧。雅雅可是你亲侄女。嫂子，我不是不帮，是没法帮。我现在项目忙得天天加班，老板都盯着。哟，我约了租客签合同，先走了。林婉，你就看着你侄女儿嫁不出去。林婉没理他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第3套房这个月租出去了，月供压力小多了，该考虑第4套了。几天后，林建国因为高血压住院了，病房里，林雅坐在一旁玩手机。家属呢？我妈去缴费了。病人高血压3级，必须住院观察，长期劳累，情绪波动太大，你们做家属的要注意。王秀梅匆匆跑来，手里拿着缴费单。住院住几天？一天多少钱？先住3天，押金5000，后续要看检查结果。5000？这月房贷还没还呢。都是你，早说了别去那个破厂加班，非要挣那点加班费。不加班，雅雅的美容院钱拿来。妈，我下个月还要打玻尿酸，闺蜜说新开的那家效果好。打，就知道打，你爸都躺这儿了。对了，找林婉，她不是有钱吗？王秀梅带着果篮来林婉的新家，林雅不情愿地跟在后面。嫂子，哥怎么样了？住院了，高血压。婉婉，嫂子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你哥那厂子效益不好，我这月工资才发3000，雅雅又要交美容院的钱。嫂子别急，哥的病要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借10万，你哥住院要钱。雅雅得去韩国整容，我打听过了，那边技术好，做个微调回来肯定能嫁出去。整容？对啊，雅雅今年都29了，再拖真没人要了，整漂亮点，彩礼还能多要点。妈，我不想去韩国。你闭嘴，婉婉，你现在2套房收租，工资又高，10万对你来说小意思吧？嫂子，我去年买了第3套房，月供1万8，租金刚好覆盖2套的贷款，工资全贴进去了。不瞒你说，我这个月信用卡都分期了。第3套，你什么时候？半年前，东区那个新楼盘，当时想着投资，现在套牢了。嫂子，我要是有钱，肯定借。可现在雅雅不是快结婚了吗？让未来女婿出啊！未来女婿，我受够了，妈，3年了，相亲30多次，不是秃顶就是离异带娃。上次那个王总53岁，比我爸还大。53岁怎么了？人家身家2000万。2000万又怎样？
他让我签婚前协议，1毛钱都不给我，还要我伺候他老年痴呆的妈。那你也得嫁，你都29了，再不嫁真烂在家里了。嫂子，消消气。林婉，你少假惺惺，要不是你当年不拦着，耗子现在还能是个男人，至少能打工挣钱。终于说出来了，嫂子，手术单是谁签的字？我那不也是？是谁天天说嫁人改变命运？是谁每次相亲都嫌弃对方彩礼少？是谁让雅雅辞职在家专心嫁人？你翻旧账。林建国突然推门进来，还带着医院的腕带。秀梅，我听见了，全听见了。建国，你不在医院？我躺在病床上想了一晚上，这个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好好的儿子，非要弄成不男不女，现在嫁不出去，整天嫌这嫌那，家务不做，工作嫌累，你把他养成什么了？爸，你说我不男不女？林建国，你疯了吗？我是疯了，被你们逼疯的，全是你，秀梅，全是你的主意。说什么女孩是招商银行，现在呢，银行倒闭了，钱呢？彩礼呢？现在怪我，当年手术你们不都同意了吗？妈说当女孩好，你们谁拦着了？小姑不也没拦吗？是我没拦，因为那是你们的人生。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们能过上好日子。离婚吧，秀梅，我受不了了。门被重重关上，林建国离开了。林婉追出来，林建国正靠在墙上流泪。哥，去我那儿住吧。不了，我回老宅。婉婉，你过得好，哥就放心了，别管我们了。林建国已经搬走1个月了。王秀梅依旧着魔了一样的让林雅继续相亲，这次这个必须成。32岁自己开公司，未婚，妈托了8层关系才约到的。妈，我不想相亲了，我想去找工作。找工作？你能干什么？端盘子1个月3000，够你买瓶精华液吗？听着，明天吃饭你把他灌醉，然后生米煮成熟饭，到时候他赖不掉。妈，你这是骗婚。骗什么骗？你们睡了，他敢不负责？到时候彩礼至少要80万，你爸住院的钱、房贷、信用卡全指望这笔了。我不去。不去也得去，这个家被你拖累成什么样了？你知不知道催债的天天打电话？第2天晚上，酒店房间里，林雅衣衫不整地缩在床边，男子在打电话。妈，出事了，他是个男的，不是女的。下面有我喝多了没注意，早上才发现。你骗我，你是变性人。不是变性，是2套系统，留了女性的。骗子，你们全家合起伙来骗婚是不是？要彩礼是吧？80万，我告诉你，我1分不给，我还要告你。求你别，我妈逼我的。逼你？你29岁了没脑子吗？滚，现在就滚。第2天上午，男子就带着父母2个壮汉亲戚来砸门。王秀梅，出来！你们家骗子出来！亲家母。呸！谁是你亲家母？大家评评理！他们家闺女是男的变的，骗我儿子结婚要80万彩礼，这是诈骗！昨晚灌醉我，想生米煮成熟饭，幸亏我发现了，不然一辈子毁了。不是那样的，雅雅是女孩。医疗记录在这儿，你们当年做的手术，留着女性生殖系统，就为了今天骗婚是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妈逼我的。林雅，你胡说什么？大家都听见了，这家人专门培养骗子，嫁人骗彩礼，以后谁家敢跟他们结亲？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指指点点。嫂子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听见了吗？老林家那闺女，哎呦，是男的变的，难怪要那么高彩礼，这是骗婚啊！听说想要80万。王秀梅天天吹她闺女要嫁豪门，原来是这么个嫁法。林家老大住院了，要离婚，闺女躲家里不敢出门。要我说，都是王秀梅作的，好好的孩子非弄成这样。林婉倒是出息了，3套房了吧？人家自己打拼。是啊，女人还是得靠自己。楼上窗户后，林雅偷偷听着。她现在恨死了王秀梅。后来，林婉母亲70大寿宴上，亲戚做了5桌，林婉坐在主桌母亲旁边。婉婉现在可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，3套房，听说还升总监了。副总监而已，房子都是贷款，压力大着呢。你少谦虚，现在租金1个月得有2、3万吧，抵我半年工资了。还是婉婉有眼光，早早买房。我家那小子当年劝他买不听，现在房价翻倍了，买不起。婉婉能干，我知道。你哥他？哥在老宅住着，我请了保姆每周去打扫，妈放心。王秀梅还有脸来骗婚的事，全城都知道了。听说林雅得了抑郁症，天天在家哭。唉，好好的孩子毁了。嫂子突然站起来，端着酒杯走向主桌。妈，祝您寿比南山。小婉，嫂子敬你一杯。你现在过得真好。嫂子坐吧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？
知道什么？知道雅雅嫁不出去，知道我们会变成这样。嫂子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当年在医院，你说留女性系统好嫁人，我说听你们的。这些年，你说女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我说嫂子说的对。你说彩礼要高，我说应该的。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那是捧杀。捧杀？我说的哪句不是顺着你的话？哪句不是你自己先说的观点？你就不能拦着吗？你是他亲姑姑。第一，当年手术，我是姑姑，不是父母。第二，这10年我劝过3次，劝雅雅学个技能，你说嫁人不需要；劝她找个工作，你说调价；劝她降低要求，你说我闺女配得上更好的。第三，上辈子我拦了，我劝浩子留男性系统，结果呢？他娶不上老婆，你天天说都怪小姑，最后他把我从23楼推下去。这辈子我不敢拦了，我怕死。完，妈，都过去了。嫂子，这杯酒我敬你，敬你教会我一件事，别干涉别人的人生，哪怕他们正在往火坑里跳。各位慢用，我还有个投资会要开。林婉独自回去车里，她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婉婉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他推你？妈，都过去了，就当是个噩梦。可那是你亲侄子啊，还有王秀梅。他怎么能？妈，人性经不起考验，尤其是掺杂了贪婪和悔恨的时候。您早点休息，别想了。挂断电话，林婉刚要走，一个身影闪了出来。小姑，找我有事？我想知道上辈子我后来怎么样了？很重要吗？知道了，能改变什么？我就想知道，如果当初留了男儿身，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？上辈子你大学毕业后工作不顺，相亲屡屡受挫，你妈每天念叨说隔壁谁家闺女收了50万彩礼，说要不是我多嘴，你早就成了招商银行。你开始怨我，怨社会，最后你觉得是我毁了你能轻松过活的机会。就在你30岁生日那天，你说想通了，请我吃饭，把我骗到公司顶楼。所以我这辈子无论选哪条路都会恨你，恨你没拦住我，或者恨你拦了我。不，我只是那个最现成的可以被归罪的外人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小姑，我现在算什么？上辈子这时候我已经死了，这辈子看着你走到这一步，说不清是痛快还是悲哀。这里没人，只有你和我。回答我，你现在是想听我叫你林雅还是林浩？我不知道。林婉从包里拿出一张便签纸，写了个地址和一个电话号码。这是老宅地址，这是你爸的新手机号，我上个月帮他办的。这是3000块钱，怎么选你自己定。小姑，你为什么还要帮我？我们那样对你？我不是帮你，我只是给上辈子那个在顶楼上没被给予第2个选择的自己一个交代。3个月后，林婉在一间心理诊室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小姑在这里工作，前台兼助理，挺好。你爸呢？住在老宅，他血压稳定多了。小姑，我用你给的钱报了夜间部的电脑培训班，下个月开始上课。挺好。1年后的除夕夜，林婉坐在阳台上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母亲发来的全家福。婉婉，看看你哥和浩浩。浩浩现在在物流公司做调度，干得不错，还当上小组长了。今年家里总算有点过年的样子了。你一个人吃饺子了吗？吃了，妈，新年快乐！重生最大的代价不是预知，而是清醒。我救不了任何人，除了我自己。我不再试图扭转谁的航向，只是远远点亮自己的灯塔。这或许自私，但足够安全。新年快乐，林。